有缘人，如果你想毁掉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信奉儒家思想，因为所有按照儒家思想做事的人，最后无一例外，穷的穷，死的死，疯的疯。儒家是拿来装的，不是拿来用的。儒家不培养人才，只培养奴才。而这个社会真正顶级的处世之道是外儒内法，嘴里要说着儒家的内容，但做事全是以法家为准则。这个也是最适合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说白了，这是在教你如何做一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所以圣母心的人可以直接划走了，而那些被社会鞭打无数次想要改变的，接着看，让你翻身。可能有人会立刻反驳，难道做一个善良仁义的人是错的吗？世界不就是因为有好人才美好的吗？这种想法非常天真，也极度危险。这就好比你训练一只羊，告诉它要有爱，要宽容，要温顺，然后把它直接扔进狼群里。你觉得这只羊的下场会是什么？它会被撕得粉碎。它的善良在狼的眼里不是美德，而是愚蠢和柔弱的信号，是送上门的晚餐。在丛林里讲仁义道德的羊死得最快。言归正传，为什么我总是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因为中国人一直都给儒家上了一层滤镜，说儒家道德标准高，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看似没有错。但是如果将你列为下等人，然后再跟你说这些话，这还叫仁义礼智信吗？这就好比把你的腿打断，再给你打上一层石膏，然后语重心长地跟你说，你看，如果你没有我这副石膏，你都走不了路。所以你不仅不能生气，还要感恩。这就是儒家的虚伪。这种思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釜底抽薪，直接摧毁了你的自我。它在你潜意识里植入了一套受害者程序，你的痛苦是你自己的错，你的卑微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安分守己，你应该感恩给你枷锁的人。被这种思想荼毒的人，他的能量场是收缩暗淡，充满缺口的。他走出去，整个人的磁场都在对外嘶吼，我很好欺负，快来利用我。还能指望他在丛林社会中有什么竞争的魄力吗？他们非常统一地处在社会最底层，当着最卑微的牛马，卑微得非常稳定，因为太老实了。但是问题来了，老实人能发财吗？你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身边哪个老实人发财了？可能到今天连一个像样的案例都拿不出来。有人会不死心地说，有的，我邻居家的二舅就很老实，也挺有钱的。你再去深挖一下，他那不叫老实，那叫本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精耕细作，为人处事有他自己的一套边界和原则，从不让别人占他核心利益的便宜。这不叫儒家的愚善，这叫有智慧的本分。真正的儒家老实人
是那种无底线付出、无限度忍让，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人。这种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社会底层的能量电池，谁缺电了都想上来插一嘴，吸干它为止。不要说我们了，就拿历史来说，整个汉代405年，一共29位皇帝。请问有一个皇帝自己用过儒家吗？只有一个，汉元帝刘氏。他天真的想用儒家那套来治理国家，让儒家学问进入丞相阶层。结果怎么样？汉朝至此衰落，皇帝成了摆设，权力被外戚和宦官架空。到了最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因为儒家培养的不是独当一面的人才，而是唯唯诺诺的奴隶。他教你的是服从，是压抑，是牺牲，唯独不教你如何争取，如何保护，如何战斗。儒家不懂人性，只会阉割人性。真正懂人性的是什么？是法家。你可以看看我们国家所有的大老板，他的表面和善只是一种处事必要的伪装而已，是穿在外面的儒家西装，显得体面安全，值得信赖。而他们的内里，他们的操作系统，全是法家的内核。他们首先第一步就是割舍掉所有泛滥的不必要的同情心。记住，他们不同情人，他们只理解人，理解人性。人性是什么？贪生怕死，欺软怕硬，趋利避害，颠倒黑白。他们往往对人性分析得入木三分，刀刀见骨。他们明确人性是自私的，功劳内向，合理化，责任外向，合理化。事儿办好了，功劳全是我的领导，有方事儿出了岔子，责任全是你的执行不力。这根本不是意外，这是人性的必然。人性就是婚礼上能够为了气氛痛哭流涕，承诺爱你一生一世，上了法庭也能为了多分一点财产，把对方骂得面红耳赤，狗血淋头。而这些真实残酷但极其有用的内容，儒家是不教的，法家教。法家对人性非常了解，而是否理解人性这一点，就足够确定一个人这辈子的气候，决定了你的阶级，你的财富。因为给你掏钱的客户，他们本质都是人。你不懂人性，怎么能设计出让他们心甘情愿付费的产品？你不懂人性，怎么能写出直击他们痛点的文案？你不懂人性，你就不懂管理。你同情心泛滥，看着员工犯错你就不舍得管理，最后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你不懂人性，你就不懂营销。你脸皮薄，同情心泛滥，你就不敢去大大方方地展示你的价值，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回报。所以你一旦发现你的行事准则完全是根据儒家那一套来做，你就完全在跟钱对着干。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你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别人的成本。你天天以温良恭俭让这一套作为你的行为准则，那你一辈子都有吃不完的苦。
这不是诅咒，这是物理规律。你的能量场一直在对外释放请来占我便宜的信号，那么根据吸引力法则，宇宙只会给你派来更多占你便宜的人和事。每一个人都会欺负你，利用你，嘲笑你。而且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根本就没有什么含金量，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废话。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朋友来找你玩，难道你会哭吗？还需要他来教？还有我们从小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同理心吗？一个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有什么特别的？他把这些人类共通的最浅层的情感包装成高深的道德，本身就是一种营销。而孔子的道德本身也是虚伪的，一句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愿流传千年。后来的朱熹等人为了给他打补丁，把小人解释成家里的仆人，把范围缩小，但这种解释本身就暴露了问题。无论女子是指所有女性，还是臣妾，这种居高临下、充满不耐烦的评判，都散发着等级的恶臭。这就是赤裸裸的权力视角，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规训和抱怨。那他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构建这么一套复杂的思想体系？答案很简单，因为孔子要赚钱。儒家思想的商业模式堪称千古一绝，大体分为3个部分：道德、等级和殡葬。道德是引流的，用仁义礼智这些好听的词汇吸引粉丝，塑造个人品牌。等级是核心产品，教你怎么削尖脑袋往上爬，迎合君主，求得一官半职。殡葬是最终变现的，是利润最丰厚的后端业务。没错，在经过胡适等很多国学大家的研究后，基本认定孔丘和他早期的弟子们很有可能就是搞殡葬行业的专业团队。而儒这个字在先秦时期很可能就是对从事殡葬司仪这类职业者的代称。儒家提倡厚葬，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随着父母埋到坟墓里。家里没钱怎么办？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要进行破产式厚葬。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倡久丧，父母死了要守孝3年，这3年不能工作，不能娱乐，不能有任何社会生产。你细品，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一个家庭会怎样？家财被厚葬掏空，劳动力被久丧废掉，一套流程走完，一个中产家庭直接返贫，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归根结底，为什么要画出这么多规矩和道德标准？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驯化，让你散尽家财还觉得这是孝顺，让你放弃抗争还觉得这是本分。寒人之初，性本善呐。我问你，你隔壁那个抢你车位的邻居善吗？你老家那个天天盼着你过得不好的亲戚善吗？你办公室里那个抢你功劳的同事善吗？你那个
画大饼让你免费加班的老板善吗？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闺蜜，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真的善吗？别骗自己了，人性就是混沌的，是善恶的混合体，而驱动它的底层代码永远是趋利避害。儒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是给羔羊的催眠曲。既然是谎言，那我们就不要再当那只温顺的羊了，我们要做披着羊皮的狼。外在要学儒，所谓外儒，说白话就是装给别人看，披上一层仁义道德的皮。这张皮是你的社交润滑剂，是你的保护色，它能让别人放下防备，觉得你无害，同时不会把关系搞得太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场面上要过得去，让人如沐春风，这是捏泪，是安抚人心的手段。内里必须是法，法家的杀伐果断，才是我们要烂在骨子里的操作系统。这是你的法骨，支撑着你所有的行为和决策。对内，明确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任何人触碰，绝不退让。对外，洞悉人性，用规则和利益去驱动他人，而不是用空洞的道德和情感。这是锁喉，是掌控局面的力量。所以你看中国所有的大老板，你看他外在的感觉都是很儒雅随和，满嘴的仁义道德，但在实际的商业竞争里，全是杀伐果断，没有情面可讲。这就是外儒内法，一套真正能让你在社会上立足的顶级心法。一个只信奉儒家的人，他很难成功，因为他满身愚昧，活在幻想里。但一个只信奉法家的人也很容易失败，因为他会过于薄情寡义，把所有人都得罪光，最后变成孤家寡人，路越走越窄。而一个人如果过于相信道家，觉得一切都是虚无，就会避世，因为他不屑于世俗的这些争斗。而真正的强者一定是做儒家人，行法家事，生道家魂，把儒法道三家思想不断融合，形成自己的生命哲学，用法家的手段锁喉，建立自己的规则和秩序，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用儒家的技巧捏累，安抚人心，搞好表面关系，赢得合作空间，最后用道家的智慧民心，看清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不为名利所困，不为情绪所扰，真正做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亦正亦邪，不悲不喜，欲望满身，但内心清明。当你真正理解并开始践行这套心法时，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仿佛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你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也不再是那个内心充满愤怒与怨恨的刺猬，你变得柔软而坚定，温和而有力量。看到这里的有缘人，如果你的内心有所触动，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以法为骨，以儒为表，以道养心，
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当您打下这12个字，这是一次深刻的能量宣告，是为您自己的人生操作系统进行的一次内核升级。您在向宇宙，也向自己的潜意识庄严承诺，您选择收回自己的力量，不再将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任何人，以法为骨，是您在宣告，您将为自己建立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和边界，这是您安身立命的根基。以儒为表，是您在宣告，您将以智慧和慈悲去与世界互动，但这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义务。以道养心，是您在宣告，您将永远保有一份超然的觉知，看破游戏的本质，活出真正的自由。当成千上万个清醒的灵魂在这里共同发出这个宣告时，我们将形成一个强大的高频的集体能量场。这个场域会像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祝福和加持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让我们在航入世法时，永不迷失那颗出世心。那么，普通人如何修炼这如皮法骨道心？这套心法听起来很玄，但其实可以拆解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具体的行为练习。修行不在深山，就在你每一次与人打交道，每一次做选择的当下，以先修法骨，建立你的个人宪法。法骨是一切的根基，是你的底线和原则。没有骨头的人是一滩烂泥，谁都可以上来踩一脚。修炼法骨就是为自己立法。以利益清算练习，拿出一张纸，写下3个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谁在持续地消耗我时间、金钱、情绪？哪些请求我明明不想答应，最后却因为不好意思而答应了？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比如个人独处的时间用在自我提升上的前家庭的安宁。把答案写出来，看着他们，你会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自己能量的出血点。法家的第一步，不是去算计别人，而是先停止被别人无休止的算计。而边界设定练习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比如那个总让你帮忙带饭却常常忘记给钱的同事，下一次在递给他饭盒的同时，微笑着说一共25元，微信转我哦。那个总在深夜打电话向你倾倒情绪垃圾的朋友，下一次直接挂断，发条信息说抱歉，太晚了，我需要休息了，明天再说。说不是修炼法骨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咒语。每一次你说不，都是在强化你的能量边界，就像给你的能量场装上了一道防火墙。刚开始会很难受，会充满愧疚，但你必须坚持下去，这叫阵痛，是骨骼正在变得坚硬的证明。2在修如皮，把客气当成你的武器。有了坚硬的法骨做支撑，你的如皮才不会变成软弱。它不再是讨好，而是一种高级的社交策略。1给面子练习，
当你拒绝别人时，请务必用上儒家的智慧。法古让你决定不帮，而如皮教你如何说不。错误示范，我没空，你自己不会弄吗？这是纯法家，容易树敌。正确示范，真不好意思啊哥，我手上这事儿实在太急了，老板催得紧，不然你的事我肯定第一个帮你。要不你问问小王，他好像对这个挺在行的。看明白了吗？既坚决地拒绝了对方，又给了他台阶下，甚至还给他指了条明路。对方哪怕心里不爽，面子上也过得去。这就是如皮的妙用，它像一个柔软的缓冲垫，包裹住你坚硬的内核，让你的拒绝不伤人。二、价值赞美练习，学会用儒家的语言去赞美别人，但赞美的必须是法家的价值。不要再说你真好，你真善良这种空洞的话，要去赞美对方的具体能力和价值。对同事，这次的项目报告多亏了你做数据分析的逻辑太清晰了，我学到很多。对领导，老板，您上次提的那个思路真的很高明，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种赞美既满足了对方的人性需求被认可，又显得你非常真诚有眼光，这会让你在不动声色中收获大量的好感和人脉资源。三中修道心，做自己人生的观察者。法古让你能战斗，如皮让你会周旋，而道心则决定了你在这场游戏中会不会迷失自己。一、抽离练习，每天给自己至少15分钟的静默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当脑海里浮现出今天跟谁斗智斗勇，明天有什么任务要完成时，不要陷入其中，而是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这些念头，对自己说：原来我的大脑在想这个。这个练习的本质是让你从演员的角色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观众。当你能以上帝视角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时，他们就无法再控制你。你会发现，那些让你愤怒焦虑的事情，在更高的维度看，不过是过眼云烟。而顺道练习，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做违背道的事情。什么是道？就是规律，是人性，是趋势。当你费了9牛2虎之力还搞不定一件事时，停下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方法违背了人性？是不是我逆着趋势在做事？一个想靠道德感化让所有员工无私奉献的老板，就是逆道而行，必然失败。一个懂得用清晰的奖惩机制和利益分配来驱动员工的老板，就是顺道而为，事半功倍。修炼道心，就是让你拥有一双看透事物底层规律的慧眼，让你不再用蛮力去对抗世界，而是学会借用世界的力量去达成你的目标。最终你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的内心有雷霆万钧之力，
但你的外在却温润如玉，你的手段可以非常强硬，但你的姿态却永远保持体面，你积极地入世，争取你想要的一切，但你的灵魂却始终在出世的宁静中，这才是真正的觉醒。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